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云洲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当然有很多跟你我相关的一些事情。财划法，那在去年修完以后，当然后来发现，在地方的分配款是不是计算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今天呢，你看到蓝营执政一些县市，那包括由卢秀燕市长、蒋万安市长、何友宜市长，所有县市首长直接集体，然后校正中央，然后讲说大家是不是要再尽快算一下？好，那这件事情会引起什么样一些余波荡漾？另外，柯文哲柯前主席他真的会像媒体上所报道的，接下来会在全台湾各个地方要去感谢所有的小草这样跑吗？好，在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柯文哲柯前主席，你会跑哪一些地方？当你如果跑到譬如民进党执政，因为已经有媒体人直接讲，会不会挑一些在南部的一些地方，甚或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是他非常重要一些地方？那如果跑的话，会不会跑民进党执政一些地方？尤其在媒体上面被大家挑出来讨论的一些事情，譬如说高雄最近美浓那个什么大天坑啊，所有这些。他会专门挑出来，如果你是他会不会去这些地方，在那个地方再弄一波，会这样的吗？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柯文哲柯前主席礼拜一正式交保出来，一直到今天，所有国内的政治所有的氛围绕着柯文哲在转，那包括北检提了抗告呢高院当然还没有裁，因为卷还没有送到高院去，送到高院以后不管是明天或是后天高院裁以后，不管是不管是发回，每一样对柯前主席，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好，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走吧。任俊是北检抗告，然后媒体上面洋洋洒洒的五大理由出来以后，包括他有没有接触到证人，有没有接触到陈志汉所有人，陈志汉就出来跟你讲说，我又不在你的证据清单里面。好，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审的时间其实算一算，尤其在10月进入证人的深水区。那接下来第一个大家看的就是高院接下来是会驳回还是发回嘛？是。那接下来再来就是在这整个案子的深水区里面会怎么样？这个因为高院今天稍早之前有讲啊，说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应该不太可能有机会。对，今天不会裁了嘛那所以大家当然还是回来看，就是说柯文哲好不容易拼到了交保，结果检方据以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我要抗告的理由，因为原先在交保里面就已经有告诉你说有哪几个弹数是你不能碰触的，结果柯文哲大动作的不只有啦啦队迎接他出来甚至也有这个一大堆民众党的人穿着这个 KP 的衣服，然后呢跟前跟后。反而被质疑说，你今天在跟前跟后的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接下来北院在侦办柯文哲案件里面，会变成所谓的这个证人，或者是还要再传讯的对象？所以你看到北检事实上有罗列了几个人名说我接下来在哪一天里面，我已经排定了要约谈这些人，所以我都讲黄珊珊很聪明嘛。我那天在节目里面说，有人质疑黄珊怎么不去？黄珊那时候一稍早，那个还没他先发了讲声明了，他就先发了一个阿北可以回家，但我还要出庭作证，所以不能去。对，我想这就是聪明嘛，法律人嘛，他很知道这个。如果他今天再出现在那个地方，老实讲在金华城这件案子里面，黄珊事实上他当然也有被传去过，对不对？10月21号作证是，但问题是，难道其他的人？在柯文哲其他的案子里面没有被当为证人吗？有。北检在一开始在侦办相关柯文哲的案件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北检那时候曾经讲过，就是说因为他的金流太过于复杂了，结果后来发现它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非常复杂，一个看起来也没有很复杂，相对有点简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北检是讲说，不管你今天是政治现金案，不管你今天是什么众望什么，金流会放在一起查，因为大家的那个金钱流来流去那这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是简单的地方在哪里呢？简单的地方在于是柯文哲善用一套人马，
然后搞3个招牌，也就是你听起来哇，又是竞选总部，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啊？结果发现到啊，里面管钱的、弄钱的就那几个人。我那个弄没有负面意思啊，我先解释一下，不然委任状又要先签好。就你在里面负责金流来来去去的，其实老实讲就是同一套人嘛。今天支援这个，明天支援那个，后天又跑到这边来，他一个人可能有3、4张名片啊。所以我说他今天复杂的地方来自于是检方要能够证明这一笔钱。如果你怀疑他有问题，他跟什么东西有问题，你要能够串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同一套的人，像大家也非常好奇啊。如果按照柯文哲的说法，因为他其实公开讲啊，这也让人家很奇怪啊，就是说明明知道不应该他谈案情，可是柯文哲宁可甘冒大不讳，也要在很多地方不断的讲、不断的写，然后不断的告诉大家他到底图什么。他也有律师啊，律师难道不阻止他吗？我说主持人，如果发现你的当事人到处这样子东一句西一句，你不会跟他讲说，我们稍微忍个3天、5天。他没有他都是立刻写。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柯文哲说李文忠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李文忠因为一通简讯就被压了11个月。其实你讲那个我也很好奇啊。如果按照你的讲法，李文忠在金华城案里面是没有任何关键角色的，为何朱雅虎会传了一个你讲的那个简讯？小沈很小气，那个什么210分7个啊，为对赐福有情感什么的，我也很好奇，他每次传给李文忠这干嘛？这是你们要解释，结果你一句话把它带过去。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当然，对于陈志安这些，他讲说，我也问过我的律师啊，我也问过，我没有要贬义律师啊，这个律师都很厉害，有法律的专业见解哦。可是问题到法庭上面，不都是每次都是检察官跟律师，大家互相看了吧？你讲你对，我讲我对啊，那也不是各自谁说了算，就你看你能不能说服啊？陈志安说，我又不在金华城里面，这个负责这些，我也不是相关的这些东西啊。我知道，因为你不是核心。在那个当下也没你的存在的角色啊，但是你在这一段时间一天到晚发表说你觉得柯文哲是对的，你觉得怎样？我也很好奇啊，你的讯息谁给你的？所以今天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好，大家看到北检其实很明白的讲嘛，你就是明白了在这边，而且你还在那边提到一大堆这个跟相关案情有关的东西，所以北检提出现在这样一个抗告了啊。当然，外界会好奇，就是说，那你高院，因为原先大家在认定，就是说，你第一个啦有可能会变动的是，柯文哲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样，检方抗告成功？那抗告成功，按照程序来讲，高院很少会自为裁定嘛，很少嘛，他大概就是发到北院嘛，所以发到北院大概就几种结果嘛，第一种裁定还是继续交保，但有没有可能？我提高交保条件，这就是大家在讲啊，电子脚镣最难，就给他上脚镣，不准他走嘛，也不会。那大概就是7000万的保证金的部分7000万会不会有可能再提高？那第二个是，如果高院驳回来之后，北院看了你今天这个北检提出了说，你有没有证人？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北检在这里面特别写清楚的是哪一些人我已经排定了什么时间我是要传唤的了。那柯文哲，你这个到处要跟大家接触或什么？其实老实讲啊，公开场合接触，我想很难串，很难串啊。所以他今天被 care 的那个是你有没有可能在包厢里面，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去质疑陈志安那个在车上，而且你在车上就算，你们还要搞自拍，我才不太懂你们一定要到处拍，跟人家讲说我在阿北的身边，我在谁的身边。那搞到最后，现在变成是阿北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说，好，我是一个冤狱啊，或怎样。结果现在北检提了抗告，好，民众党一大堆人再回来骂北检。那我老实讲，那种骂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种骂，通常其实被交保的人应该会很尽量避免这种瓜田李下，甚至被质疑的发生。但我只能讲，阿北不是一般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民众党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才会变成今天这么奇怪的一个局面啦。OK， 今天大概全台湾只要是关心政治人，那唯一在关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高院会发回还是驳回呢？因为这牵扯到。如果要是驳回的话，那对阿北来讲，那等于这一关是不是过了？好，或是有人用比较白话文的术语，算不算赢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检方又是一次的打击？那如果要是发回，如果要是再被
积压进去的话，那对整个国内的政坛，甚或对于民众党，甚或对柯前主席，有人形容说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的声势再造或什么，会变成这样？大家都在猜，或者说有这些。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让观众来讲，如果你是高院法官，你会怎么想？那北检这一次提了抗告，比平常确实是要慢了一点点。OK，到了第5天，那当然过去非常快就提了抗告，然后有人就开玩笑说，哦，当初光速，现在变跟龟爬一样，怎么样？其实当然你说抗告那个时间长或短啊，或什么之间，这当然各自去论证。但是北检提的这5大抗告理由，如果你是高院，横珠所有的法律的这些东西，你会怎么判？来，第一个。被告柯文哲涉犯公益侵占这一部分，因为有很多案子在嘛，不是只有一个金华城，有很多一些案子。北检说，柯文哲涉犯公益侵占这一部分，还有重要证人还没有调查完毕。排序：黄锦茂10月2号，张高翔、范有伟10月16，黄珊珊10月21，这些人都还没有完成诘问，怕影响审理的公正。第二个，柯文哲交保后数小时内，疑似与证人陈佑成接触，违反不得接触证人，因为那个时候。地院法官裁的时候，里面加注的是不可以接触还没有经过诘问的证人，对，是不得接触。他也没有管你是公开的还是在私下车里或者什么，他没有定这个。但是这一部分，好，这一部分当然陈占基有讲说，我又不在证人清单里面，你们到底是要讲好了，大家律师来讨论。然后第三个，柯文哲公开对共同被告，就刚才任俊讲的，那李文忠应该是在明天吧。李文忠跟李文娟，两兄妹是在明天作证。他说，柯文哲公开对共同被告李文忠喊话，两个人在公益侵占罪互有指证的关系，怕影响证词的公正性。第四个，柯文哲在羁押期间羁押禁戒的期间，授权他人操作社群账号，发布片面解读法庭活动内容，涉隔空串证跟舆论操作。第五个，被告应小薇部分，检方同样认为，在证人沈进基、吴顺平这些调查完以后，应该继续羁押。涉隔空串证跟舆论操作。第五个，被告应小薇部分，检方同样认为，在证人沈进基、吴顺平这些调查完以后，应该继续羁押。这所有这些。然后柯文哲呢，昨天在脸书直接痛批北检，先射箭再画靶，罗织入罪。还好是律师，就昨天你有听到吧？那他昨天律师节，柯文哲感谢律师，然后讲世界律师仔细看卷，找到被掩盖的真相，把他身上的箭一支一支的拔出来。后面。所有的证人清单，9月11号周一修不可员工于婉娟，全案进入深水区，合议庭依序安排全案的关键被告。我在节目里面跟观众朋友讲过，在共同被告里头，那互相可以是当证人，而且一定会被当证人传讯来问，因为他要知道，当你用证人的时候，各位知道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叫证人。被告说谎，法律不苛责，你要保护自己，但是证人不行。所以会互相交互诘问，以证人身份去诘问，然后这几个相关的被告群要用证人身份轮流作证。暂时排定的是9月16李文忠，23李文娟，25沈庆金，30应小薇，10月2号黄锦茂，10月7号柯文哲。所以这一路排下去，好，就看高院到最后会怎么裁。这个裁，将军，这个裁我就讲好嘛，发回驳回，驳回就等于检方这个抗告失败。发回，那就刚刚任俊讲，地院呢，他还可以再做几种。我决定还是让你交保，我决定保金要不要提高，或是好，那我要不要让你羁押？但不管发回或是驳回，你觉得对柯文哲来讲这一仗，结果会怎么样？都不输，都不输，都不输。为什么不输？如果驳回的话，就表示你就在外面爬走了。你的这些行为，你见这些人，法院觉得 OK。那他就然后可能柯文哲或是民主党的朋友就会直接在脸书各方面讲，你看吧。检方觉得检方再次被打脸，对，所以说被驳回，柯文哲就大胜嘛。你看那北检像关我们阿北，那做梦本来就可以见陈志涵啊，本来就可以见陈佑成，那都 OK， 没有问题。那以后柯文哲就火力全开，全省走透，必然只要驳回，柯文哲全省去分享他在土城的受难的经过，一定满满的柯文哲，大家都来看。那我们讲，如果发回呢？如果发回怎么样？发回也不会怎么样啊。发回就再来一次嘛。给小草一个集会的
的借口嘛。如果发回，是不是要重新再来判一次？再来判一次，小草又有集合的空间啊，又可以再创高峰啊，对不对？那如果发回判出来的时候还是交保呢？还是交保呢？对不对？一个是加钱嘛。那我觉得柯文哲再被羁押的几率，我个人认为，即使羁押，柯文哲也不怕。没几个月了嘛。满了嘛，最多15个月，算起来到明年3月就满，他已经被押1年了嘛，再押3个月好不好？再押3个月，他被放出来，连7000万都不用了，连7000万都不用。现在柯文哲出来，是不是心心念念觉得那7000万押进去，万一拿不出来怎么办？好，那我再被押回去。所以不管是发回驳回，柯文哲都不输。所以造成了柯文哲出来，什么事情都不怕。另外我告诉大家，柯文哲一出来就马上直接对这个检察官开炮了。他直接说什么？说，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们搞了半天，查了1年，你查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那起诉书我们都已经，我们这边在座的可能读过好几遍了。起诉书里面有12个那个数字都是钱嘛。没有一个人说不是啊。就是那个 EPS 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证据，那个 USB 里面，对所有的证据清单里面的13个，除了小沈1500，除了小沈以外，然后其他的那些金主的证实那是钱，都认的是钱，而且那个钱就是他交给他的，没有错，有在骑飞轮交的，有在管理室交的，反正都有交。那么这没有证据吗？这没有证据，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贪污或是图利，还有公益侵占。但将军，你刚刚讲到这边，柯文哲一出来就直指检察官，对，说你们查了1年，是你们什么都没有查到，对不对？对。就这段话对现场，我不知道那来宾大家各自解读，可是有很多像你就会列一些这些东西，但是这句话除了我们都以为是跟小草讲，是，但是他除了跟小草讲，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跟这2天从柯文哲、陈主席礼拜1到今天，你跟旁边的一些朋友在那边聊天啊，或什么，连旁边这还有人问过我，就是也是这种媒体的朋友，然后但是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前线，他只是工作人员的。是。然后也有就其他行业的朋友，算高阶的这些主管，就问我说：“这真的查了1年，什么都没查到，就是，然后如果你也不知道要讨论什么，因为这位大家，我们要跟你从前面一路要告诉你，还要告诉你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以为这些话是在跟小草讲，但没有啊，我就发现还是有一些人听了就会问，要不然柯文哲怎么敢这么大辣直接对着镜头说你查了1年什么都没查到？对，这就叫做心理战啊！我认为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而我敢讲，而且我讲的这么斩钉截铁，那你没有人会像我们因为上节目嘛，要做评论，所以我们会把这些起诉书看得很仔细，会把每一天法官跟柯文哲的对话，我们会做得很仔细的分析跟这个阅读，一般人不会嘛，所以他就说，你看。柯文哲被关了1年，出来斩钉截铁就说他是冤狱，查了1年查不出东西来。对呀，到底查出什么东西来？那就跟小武哥讲的一样，我们要跟我服务处也有接到这样的电话，真的也有接到电话这到底查了柯文哲什么啊？我就说那个 USB 里面除了小沈以外，其他12个人每一笔都是钱啊，那这个钱不算吗？他说他们都有承认。我说有啊，都承认啦，不骑飞轮交300万。他说好像有，那还有呢？那我就跟他讲啊，那个妙天给的钱，橘子不是也拖走了？柯文哲没否认吗？他说那个也算了，那就不问了。那可是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一点一点的跟他做分析，跟他做解释？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柯文哲第一时间的催眠式的宣誓。查了1年，查出什么来？厉害厉害所以觉得你就是冤狱嘛。然后再讲什么？这就是政治搞的司法。那我告诉你，赖清德，你分裂了这个，好好检讨，分裂了台湾人民，好好检讨。有没有效？有效如果今天柯文哲他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图，为什么直接点名赖清德？如果柯文哲他是专心要打司法，你应该是去收集证据，要做攻防嘛，然后出来就是保持缄默嘛，少说话。他没有他打算是用政治的方式，用社会氛围的方式去影响法官判断的决心那你觉得他不是在搞政治，他就在搞政治。然后最后我讲其实。他会不会到全省巡回？因为他不能，我为什么说全省、全台湾、全岛？我没有说全国，因为台风金门马祖他不能出海，对他不能出海，所以我讲说全岛就是台湾这个本岛里面不能到外岛，他会不会去？如果这次驳回，一定办。你拿我没辙了。那我没有讲什么啊，我就去分享我肉身菩萨受难的经过，然后最后我说，其实国民党
国民党像原之在这边这一场，国民党有没有受贿啊？我觉得国民党柯文哲出来之后，其实国民党还面临到一些要解决的事情，例如这是比特王，比特王，我告诉你，比特王以前是大韩粉，超级韩粉，100万订阅的韩粉，他的这个比特王的私人的赖里面有2689个人，这是里面组成的成员，这里面就讲，所以2028很难说，直接讲喽，这是超级从韩粉转柯粉的，他说2028很难说，尤其是 KP 就是柯 P 出来以后。国民党的问题就是老蓝蓝还自以为是我是老大，这在讲什么？蓝白合啦，不要再讲蓝白合啦。柯文哲出来之后，柯文哲当老大才对。然后柯 P 出来之前，说真的，白的只要能够拉下民进党，谁都会支持。这什么意思？谁可以拉下民进党？谁可以比下比下赖清德？他们认为卢秀燕不容易，柯文哲才行。所以有没有蓝白合？我觉得柯文哲现在他不想打破蓝白合，可是呢？他是用蓝白合当成一个枷锁，靠在国民党所有人的身上，让他不能脱离。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近国民党要选党主席嘛，以前我们选党主席的时候，永远都会提一件事，两蒋，一定要两蒋，去叶林，然后去这个陈诗啊，去这个说明，然后都是以蒋介石的信徒，以经国先生的传人自居，你才选得上党主席。今年的党主席有谁提两蒋？我们桃园的议员啊，这没去啊，没有去然后再提什么？没有一个党主席提两蒋，但是没有一个党主席要选党主席的不提柯文哲，逢柯必捧，郝龙斌说啊翻页了，那就过去了。罗志祥说我要搞一个政治受难条款，那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柯文哲而努力，所以柯文哲现在变什么？柯文哲现在他不用当党主席，他已经是蓝白的精神领袖。柯文哲的一举一动，柯文哲的做法，柯文哲对于民进党的批评，全部会变成蓝白的主要的基调。OK， 那柯文哲说句实话，他还担心什么在关吗？他还担心什么羁押吗？所以我说，柯文哲无论是驳回还是发回，对柯文哲来讲，他都没有输，因为他都准备好了。将军刚提的，尤其提到两大党的这个部分，来请教，来吴峥，第一个，请问一下，刚才就是说到，本来以为柯比很多话只是对小草讲，但后来发现不是啊。因为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要看着政治政论节目所有的这些的。昨天那个 Thank you 跟阿苗，昨天 Thank you 跟阿苗在节目里面都讲说，民进党现在面对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到底策略上面是什么？能不能够尽快的让大家知道一些就是大家最起码大家看到的资料上面所有这些东西。好，再举一个例子，来这件事情问一下。凤传媒有一篇报道说，赖清德总统是不是有提早福建党三巨头开会要对付柯文哲交保？黄国昌说他吓坏了。黄昌怎么说？他说赖清德总统在柯文哲交保以后，紧急找来左右手到总统府，就包括党里面，然后徐国勇，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然后福建党三巨头开会讨论怎么面对柯文哲。然后赖清德他说应该是吓坏了。民进党当然有发一个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抹黑工具元首污蔑司法无助于厘清事实，就发这一篇就觉得可以把这所有事情厘清了吗？我先回答五哥刚刚讲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蛮有感的。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可能他们觉得我立场鲜明，不容易会找我聊政治啊。可例如说有时候我坐计程车的时候，然后例如说司机认出我来，就说而且例如都会有，例如说计程车司机可能年纪比较大嘛，例如说开 Uber 可能比较年轻，然后认出我来以后就说，那不好意思，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其实我也没有太这个哪一个政党，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对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啦，都会先这样讲。不过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啊？他到底有没有贪污啊？不好意思，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其实我也没有太这个哪一个政党，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对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啦，都会先这样讲。不过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啊？他到底有没有贪污啊？就大家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确实两边的说法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刚刚确实于将军跟五哥都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案情真的很复杂，然后一般人你说不是我们每天那边讲，谁搞得清楚到底什么是图利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我这个违背职务收贿罪，如何很复杂。然后柯文哲的案又是一个牵连到都市计划、高度专业的东西，所以很多人看有点无下山。柯文哲能够用一句话，就把这个讲的，就是你查了1年多，
什么都没查到。这句话出来，他就定调这样。那检方也只能一直在那边，你不要胡说，怎么会没有呢？但是讲很多，跟那个一句话，那个效果是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对，我们当然可以去讲啊，像因为我看那句，我就查到一整堆，查了894页都是证据，准备证据。你有没有骑飞轮收300万？就是一句话嘛，我也一句话问你嘛。但讲回来啊，确实就是说这个案情复杂是一个问题，所以，但是我要讲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现在柯文哲跟民众党特别在哪里？但因为坦白说了，政治人物这个涉贪，然后被羁押、被起诉、喊政治迫害的，台湾历史上过去不是没有。这个连我就讲嘛，民进党我们自己的，例如说民代，大家也会看到有过这样的状况嘛。哦，这个一开始检调去侦办，说我绝对是清白的，请相亲，绝对要相信我，这样子啊，就后来过没多久看到新闻说，他好像认罪了啊，这个掌握到可能厂商行贿如何。那为什么柯文哲这个案情会独特呢？在于说，因为我们看到传统过去的政治人物，就是说他是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他要去扭转司法对他的评价。那可是我们知道，例如说你被羁押，你就在里面了嘛，你没有办法跟社会发声嘛。可是柯文哲案情这个特别之处在于说，柯文哲他被羁押以后，他特殊的是民众党整个党每天持续当他的宣传机器，小编帮他发文，哇，然后这个去旁听开庭，直接速记，直接剪片，直接发文，然后还帮他用 AI 变造，就说阿北的声音跟小草们讲，大家要相信我是无辜的，如何，就整个政党是已经抛弃对于法律的坚持，抛弃对于案情事实的厘清。民众党去年8月跟所有人全国人民鞠躬道歉，说我们账真的错了，对不起，到现在也没整理个出来嘛。就是说过去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或其他政党的这人物涉贪，我觉得那整个政党基本的道德伦理是在的。大家甚至这个党纪委员会要出来讲话嘛，说我们绝对不会袒护，我们这个只要一审如何，我们就会采取动作，要有一个跟社会交代的态度嘛。但民众党现在有在 care 大家观感嘛？他们是整个扭转过来变柯文哲的宣传工具嘛，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历史上也真的是头一遭啦，就是怎么整个党也不顾是非，不顾廉政了。然后变成全心全意为柯文哲来去，甚至攻击司法，然后聚众去这样包围司法单位。那我觉得站在民众党的角度，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嘛？因为整个民众党之所以可以存续，就是靠柯文哲个人政治光环嘛。所以上面每个人都很担心，这艘船沉了怎么办？所以已经不论事实真相是非如何，不管说证据，像于将军刚刚讲的，哇，你这个什么这个谢国樑的家族啦，这个嘉义大善人啊，每个人都说对有这笔钱，他们也不管，就说这些都假的啊！他说北检被打脸了，他们就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这确实是民众党现在给台湾，不论你说司法独立也好，或者说政治资讯上面也好，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然后讲回来，黄国昌讲这个，我看到也我真的笑出来。黄国昌说什么这个柯文哲出来了嘛，然后哇赖清德吓死了，吓坏了，赶快把府院党都找来。这个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你们知道什么是空气运球吗？空气运球就是有没有大家，例如说男生可能都有，就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国高中在走廊上，就是手上也没球，然后走一走就要胯下运一下，然后自己跳起来，哇，这样帅。那男生空气运球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象我在球场上很帅的那个样子，哇，我在速哇 truck 哇球三这个空心，所以黄国昌有这个习惯啊，就是他喜欢政治上的这个空气运球，就是喜欢一直在脑袋中想象他很帅的样子。几年前有个新闻嘛，2020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黄国昌不是一个录音档被流出来吗？在内部会议说，要是我出来选总统，蔡英文吓死了，想到辩论会要对上我是个屁叉，有没有？这是他本人讲的嘛。所以黄国昌很喜欢在脑内有这种小剧场，但是我们看到旁人就觉得人家有在意你吗？这个是你自己会不会想太多了？那黄国昌因为现在变成柯文哲的后岸嘛，所以他就换一个形式，他从别人碰到我就吓死了，就换成跟大家讲柯文哲碰到这个他们碰到柯文哲就吓死了，哇，这样讲得很虎虎生风，然后小丑看就很开心。可问题是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也讲了，这是真没有啊，你就是自己去面对你的官司嘛。我有什么好下的？对，因为各位，我们把人名遮掉，说有一个人被关过出来以后，另外一个人很害怕。那我们通常会想到说，那是不是这个道上的朋友被关进去后出来要拿枪去复仇了？另外一个老大很害怕。那柯文哲是这种暴力寻凶、暴力复仇的人吗？应该也不是吧。所以你就自己循程序面对你的官司嘛。那到底民进党我们是要去吓坏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黄国昌这是
第一个是他脑内小剧场，第二个是持续给小草灌迷汤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啦，最后我觉得是可以看黄国昌接下来动作，因为他现在已经既然很明显的把他自己定位成柯文哲的御前带刀侍卫，然后我觉得他接下来可能会采取2个事情，因为毕竟他是立法委员，他也是民众党在这个立法院党团总召，甚至国民党还刚刚合作。那我们就看嘛，其实这几天已经很多人在讲了，包含刚5哥讲到，像说小草希望说阿北2028，阿北他出来选，阿北复仇，阿北绝地归来这样子。那现在黄国昌，我觉得他接下来可能就会帮柯文哲来去铺平这个法律上的障碍。因为之前柯文哲还在被羁押的时候，他就说要改羁押制度嘛。那现在柯文哲如果要参选总统，他就受到法律的限制嘛。第一个事情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如果你是被这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起诉还没确定的话，即便你1审宣判、2审、3审还没走完的话，你不能参选总统。那黄国昌可能把这一条就改掉了。以后包含柯文哲包含其他这个有无期徒刑、10年徒刑有案在身人，通通可以选总统。第二个是，我觉得黄国昌更进一步，搞做更绝，把赦免法也修了，对不对？那现在就可以跟小草讲啊，你让阿北当上总统，因为我们现在赦免法是已经罪行确定之后，总统才可以特赦，进行中案子不能特赦。黄国昌搞不好把这条改掉啊，所以他就跟小草讲说，让阿北选总统，阿北选上总统以后自己特赦自己，一切什么事都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柯文哲救世界了。我觉得搞不好黄国昌真的会这样做。不是元之，如果吴峥说的这些状况，国民党因为一定要国民党的票才可能过得了这些嘛，国民党会这样吗？刚将军讲说，对于国民党会不会有？白银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当然我相信是有一些小草，然后讲说什么2028不一定是国民党的甚或有什么柯正卢副、柯卢配什么声音都有出来。国民党现在会怎么在乎这个？那对柯文哲主席来讲，他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不管时间什么时候，1审总要宣判嘛。你知道目前的时程排大概在明年1月、2月，他还是会宣判。国民党对于那个宣判的结果，我们持平讲有好几种嘛，无罪。然后可能是不涉及到贪污其他的罪，或是涉及到贪污这些罪，这几种都有可能。国民党面对这些会有不同的一些，就是对所谓的蓝白合之间合作的模式吗？我先讲啊，就是大家为什么现在对于柯案觉得看不太懂，因为它就是很多东西哈。但是现在柯文哲他被压的原因主要是金华城案，因为这个案是最重的，就是贪污罪嘛。那我想柯文哲他那一天出来，他说都没有查到，应该指的是金华城案。就是说那金华城案到底有没有金流？检方讲的金流是2笔嘛，一笔是用那个 Excel 里面小整1500来判定说那一笔就一定是汇款，另外一个是金华城汇的政治现金210，他认为这个是汇款。那但是这个一定是汇款吗？这个以无罪推定原则，这个也有可能是政治现金。为什么你就是咬死一定认为它是汇款的？所以站在柯文哲的角度，他当然会觉得说你就没有查到啊，尤其是那1500，当时起诉书写的还是说某实地交付1500，那1500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完全是根据 Excel 里面来判断的。所以柯文哲我觉得他底气是讲到是讲这件事情啊。那至于说其他的案子，那就归其他嘛。那所以他没有在论那个飞轮内，他没有在讲这个。我觉得他讲的应该是金华城。那现在他被压，主要也是因为金华城案。我们今天下午主席的时候也有帮他讲话，就是说他真的要关这么久吗？因为金华城案关这么久，所谓的冤狱是指说因为金华城案被关嘛，他讲的应该是这一块嘛。因为那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明确，他真的有收贿，然后甚至于证人的证词好像也没有一个一刀毙命的证据的话，那压这么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一般人的观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声援的。羁押应该算是就是侵害人权最严重强制手段，因为台湾是无罪推定嘛，你要把它关起来，总是要有足够的理由嘛。那现在看起来好像能不能用这样的理由去关1年多？所以这我们主席在上个月也有说，希望能够把柯文哲放出来，包括郝龙斌也是这样讲的，郝龙斌也是说希望可以把他判回来，这个是一件事。那至于说有一些细节什么，我觉得就是法官自己去审。那至于那他一审怎么样，会不会影响蓝白合？我觉得不会了因为我觉得不会了今天讲那个将军讲的那些小草的想法那他因为是在那个比特王的群组里面，小草应该是比较多。确实有一些小草，他觉得说他们期待柯文哲去选总统，他们会期待柯文哲选总统，因为柯文哲才是民众党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嘛。当然希望柯 P 可以执政啊，实现他的理念，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
小草们跟2024年的小草已经不一样。当时在2023年签6点协议的时候，其实柯文哲想和啊，所以他才会签嘛。是。那时候哇，那个签出来之后，我们都很高兴啊。我那时候赶快去挂看板上去，有没有放柯文哲？对啊，你那个看板，后来改成赵少康，第一时间就去挂了啊。我想说，不管怎么样，正副总统一定有一个嘛。对啊，赶快去挂了嘛。然后后来怎么知道破局？破局之后就把它画成赵少康，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嘛？对啊，有。那为什么他签了以后他会忽然间破局？2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主要干部彼此之间怀疑嘛。你看他一回去，像黄珊珊，甚至于像陈智菡他们就会说啊，你怎么会签呢？你怎么会做出这样决定？为什么都没有听我的？他当然柯文哲就会犹豫了嘛。这是主要干部的部分。你看他一回去，像黄珊珊，甚至于像陈智菡他们就会说啊，你怎么会签呢？你怎么会做出这样决定？为什么都没有听我的？他当然柯文哲就会犹豫了嘛。这是主要干部的部分。第二个是小草啊，有时候小草从来都没有投过国民党，你现在忽然跟他合了，我们情何以堪之类的，就是小草的抗拒也比较大。可是现在跟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大局就是，如果2028蓝白合，当然赖清德总统你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嘛。那民进党一定想的也是，千万不能让你蓝白合，所以挑拨离间呐。国民党你要当小白吗？或者民众党你怎么可能要当小蓝？两边就挑拨离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招现在没有什么用，因为敌之言误信啊。民进党讲的往相反方向去做就对了。我觉得你们现在真的很怕蓝白合。没有啊，其实我们现在，但是刚刚讲了，就是原之讲是敌之言误信，民进党讲什么，然后就要往反方向走，所以我们可能等一下聊到嘛，柴化法就乱修一通，现在出问题了。那讲回来，这个说民党原之刚刚说民进党很紧张，蓝白合哇，千方百计要牵红茶其实也没有啊，因为就是对啊，就像原之讲的，别的政党要怎么合，要跟谁合作，不是他们的自由嘛，对不对？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就是以不论是26、28哦，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变数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因为要料敌从宽嘛，就我们已经预想好，我说靠，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面对蓝白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那国民党要怎么样去面对柯文哲，我觉得那真的他们的事情。那只是说，我是觉得我个人来讲啊，会觉得说还是希望国民党的朋友一些基本的骨气要守住。当然，我们常听这句话啦，就是说这个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为了情势，什么都可以调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在一个范围之内，不能到最后人家觉得你什么底线都放弃。譬如什么样的底线？譬如就司法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像刚刚律师原之说啊，你这个2笔钱，对吧？一个是210，一个是这个1500，对1500，说210什么都没有查到吗？可是包含朱雅虎认罪啊，他承认他这一笔就是行贿的啊，金流也有啊，就是汇到民众党的征信专户里啊，甚至简讯也有啊，对不对？朱雅虎包含前面，而且朱雅虎本来就是在瞧金华城的事情呢，之前为了560的容积去找蔡壁如然后说拜托是不是可以见林清荣、林周明。这我们都知道，我们讨论过嘛这个朱雅虎收到钱以后传简讯感谢李文忠，哇说谢这个哇这不好意思捐不够啊，那李文忠说哇长辈有人捐相助，心意我们都知道多少，所以李文忠也知道朱雅虎捐的钱不是朱雅虎自己的嘛，是后面长辈有人沈庆金的嘛，所以当然这个细节我们都讲过了，我就说那所以证据很多啊，那国民党现在为了不要让柯文哲或民众党小草不开心，就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包含郝龙斌的口径也变了嘛。这个案子最先是郝龙斌、游淑慧、钟小平出来咬的，在我们比民进党批判更早因为柯文哲之前没事就跑去讲郝龙斌5大 B 啊，郝龙斌说那时候跟赵少康在看极光，一看讯息哇很生气，回来就火力全开，说柯文哲的弊案金华城什么可以这样给容积的，但郝龙斌现在也绝口不提了嘛。所以那当然还是再讲一次就国民党要跟民众党合作，那他们的家务事尊重，只是说那你们自己过去曾经批判过的台北市议会蓝绿联合的议员都认定这一个弊案，现在国民党要把这些话全部吞下去，当作没有讲过。我们实在是会觉得说，好了，那你们的选择了。原是国民党为了蓝白合会没有底线吗？我觉得，像有讲过那些话的人，他们还是当然必须要负责了哈，就是因为有讲过这个话嘛。但是今天包括我们主席在内讲的都是这个羁押，就是关人这件事情嘛，程序上面嘛，可以把一个在野党的这个主席，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羁押。当然大家看的是这一块，然后另外就是那司法到底有没有
一些政治审查，譬如说像有一个施威全嘛，施威全他是林传媒的董事长，他就说他跟金华城案完全无关啊，可是他也被叫去，因为他曾经发表过文章，好像就是写那个他觉得检察官在金华城案有搞错都市计划法的方向，然后后来他就被叫去问，就是说，这个文章是谁叫你写的啊？稿费是谁出的啊？稿费是流向哪里？他就觉得被怀疑啊，他都说他写这个东西没有人叫他做啊，他是那个博士啊，他的论文写就是都市计划法，他本来就会根据自己的学识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对或不对嘛。那但是检察官一找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现在连本于自己的学识写一篇文章都要被检察官叫去问，就会产生压力啊。所以他被检察官叫去问，是因为检察官有掌握到沈庆金跟他的幕僚说，可以找施威全帮我写文章吗？对啊，没错啊。可是检察官也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难道不是把他请来问一下？但是这个是要证明什么嘞？就是说那有人叫你写文章，所以你就跟金华城这个案子有关嘛？这是要证明什么？就说是不是沈庆金在背后策动舆论战？这必须要了解啊，对不对？来，明凤，你自己会怎么样判？因为这还牵扯到，刚讲媒体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是真的在这个案子里面会有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的审查在这个里头吗？而且，好说实话，明凤跑媒体跑这么多年，跑政治，刚才将军讲说没有看过这么高调的涉及到贪污的，或者说有这些，你自己跑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所有这些，那碰到今天看到柯文哲这个样子。你觉得为什么要高调成这个样子？而且有人说柯文哲跟黄昌的行事风格确实不一样，而且柯文哲他出来还记得吗？他一出来，然后他就跑去看了那个经过那个双子星，他就讲双子星的进度，言下之意好像有一点点，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还是这个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不是出来以后只骂民进党，对于国民党，因为台北市蒋万安执政嘛，那这个字里行间某种程度是不是回到柯文哲以前最早？我没有一定蓝白之间怎么？当然蓝白合要往下走，可是到底谁该大谁该小，或是谁该怎么样，或是我的策略能不能弹性运用？看起来柯文哲是不一定。是啊，我觉得柯文哲是最不要脸的政治人物而已啊，没什么。真的自己。没有，就算你没有查到钱，你也是图利，好不好？你也是违法图利那个厂商，好不好？怎么会没有罪呢？然后呢，你看啊，就故意在这个车上，这个就是我就第一眼就看到陈志涵就先上车了，然后呢，这个黄国昌排除以后，就陈佩琪跟柯文哲，然后就上车回新竹，然后回新竹以后，这个就是在路上。经过那个双子星的时候录的影嘛，然后还故意讲了头头是道。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就是说柯文哲跟这个郝龙斌的恩怨是什么？是市政问题哦。就是说我是台志光的母约还是子约的问题啊？然后金华城这个郝龙斌也信誓旦旦。好像才2024年1月讲过，绝对有图利的问题啊，392跟这个840。因为郝龙斌踩着392就是不放嘛。对啊，那你显然你就是有问题嘛。好，你现在我真的我要是国民党，我就骂一句我什么的，明年要连任的，好，你跟我讲，你在车上跟我讲说你双子星盖这么慢啊，那你是怎么样要我们蒋万安去吗？好，那你还说要是我就已经怎样了，然后呢，他讲的头头是道，他说那个区域啊，本来是一个什么区域，然后中间有一条街，我们要把这个街给它封起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呢，1E2的出口是要怎样？连这个地区他都讲那么细，我就旁证你金华城不懂吗？不知道吗？不是你指挥的吗？我就旁证啊，你这个双子星可以讲到这个街廓的出口，还有这个街哪一条要封，还有要盖到西林站，你讲的头头是道。你这种东西，你几年了？你卸任已经2年多了，你还是这么清楚啊？那金华城那么大的案子，你会没有插手？你会没有去说这个什么？我们要帮那个小沈过这个案子，所有的仲裁委员要怎么弄？你不有给彭翠生施压？说你要给他过，我鬼相信嘛，鬼相信，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都没有做，那个都是彭热生签字的，对啊，那你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是有多么了解啦。像金华有那么大的案子，然后这个沈庆金最后还在庭上说啊，都是我们害了你，很好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考验国民党嘛，一出来就是卢科配就变柯卢配了，这种是一种。
这种是一种天荒夜谭呐，哈，就算小草可以接受啦，国民党可以接受啦，你觉得台湾人可以接受吗？可以一个，譬如说，好，今天就有人讲说，如果今天这个是赖清德在这个总统府骑飞轮拿300万，你们会怎么骂他？这那现在是那你们怎么可以双标啊？对这个人只是一句话这样子讲而已，他当然就说我还是要坚持我是白银的主体性，我不是小蓝，我不是黄国昌玩的那么 low 咖。就算小草可以接受啦，国民党可以接受啦，你觉得台湾人可以接受吗？可以一个，譬如说，好，今天就有人讲说，如果今天这个是赖清德在这个总统府骑飞轮拿300万，你们会怎么骂他？那现在是那你们怎么可以双标啊？对这个人只是一句话这样子讲而已，他当然就说我还是要坚持我是白银的主体性，我不是小蓝，我不是黄国昌玩的那么 low 咖，是小蓝嘛，然后所以我就故意骂一下蒋万安，然后再骂一下先骂一下赖清德，然后路上呢就顺便骂一下这个蒋万安的市政嘛，那你就表示说我还是不蓝不绿，我表示白色的主体性，可是你这样子我造成后果，你觉得蒋市府会是什么？蒋市府今天忍气吞声，那我就请问你，明年连任就快到了，你忍气吞声可以吞多久？我的市政你每天都这样批评的话，我还要不要连任？我们是觉得很同意啊，你就对于这个现在的市长啊，还有市政多多的批评指教，然后吴峥他们就会很高兴啊，对，然后最好再派吴峥就捡现成的，对啊，那他们就派一个人出来选嘛，因为现在的市长做得很差，所以呢，吴峥他们就捡现成的啊，所以说，那你这个你整个双蓝白合，你要怎么走下去？你就然后那敏凤，请问一下，他为什么一开始要用这个当下马威？因为这个起手式就像你讲的嘛。蒋万安台北市政，他明年要连任嘛，蓝白合看起来又是所有的主轴，蓝营跟白营看起来主轴都是要往下，他的目的到底他就只是要表示我不是小蓝吗？他这个目的，因为你不是小蓝的表示方法有很多，你有必要把蒋万安大家都知道未来也是国民党的未来政治明星啊，就是嘴嘛，因为他开车刚好路过那个车站那里啊，他回新竹就路过了，那不讲什么，因为从法院到车站就会路过这里啊，那他路过别的地方，可能他也会讲啊，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可能会指教很多啦，我就不相信他只会指教双子星，双子星，然后柯市府会讲说，你双子星当时发包的时候也是很多出彩的地方，你是发包了给那个中资的公司，如果双方再站起来，他的前后任刚好都是国民党的市长，我就不相信你们可以和谐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国民党还有道德底线的话哈，然后还要捍卫自己的政绩的话，然后不像那个郝龙斌为了选，当然他有很多这个委屈之处啦哈，因为有人后面也在动手动脚的，所以呢他只好屈就，好说我跟他是私人恩怨啊，然后叫小燕翻页，然后叫这个钟小平跟那个游淑慧就训他，你们都长大了哈，你们自己要去负责啊，就要去道歉该道歉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出来之后，蓝白合当然我觉得方向还是会走啊，但是我觉得细节绝对不会像黄国昌这么顺嘛。那明天是怎么样？我觉得明天如果他这样，他今天就比较乖了啊，这两天就比较乖了。那法院呢？你就会抗告了。法院对啊，就看明天，因为北检说明天会把整卷都送给他嘛。虽然北检这次有点政治性的抗告啦，因为很不爽嘛。可是法院你这样子嚣张，法院不加你点钱吗？起码也应该加你点钱嘛，对不对？加你点钱，那你就在里面再弄一点嘛。我觉得这样没有那么嚣张的这种贪污犯呐，拜托你好不好？OK， 当然你说无罪推定原则在定谳以前，那都是这样的一些原则，只是7000万确实也是个重金交保，那加上电子脚镣了这些，那可是一种，我刚刚就讲，全台湾今天大概。如果关心政治的人都在猜啊，高院会怎么裁？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然后那蓝白会怎么合？然后所有这些包括我想每个领域都是吧。我今天还看到柯文哲不是出来就讲了很多，然后包括1年都没查到，然后在健身的讲了很多，然后民主党清清白白。
我看到网络上还有也是我们律师同道，有一位律师同道，他就把柯文哲讲一句，他就对一句，然后说到就每个领域，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管你认同的，你反对的，大家有很多人这样，但一中还是回到这，所以对柯文哲来讲，卷起这么千堆雪，那未来的政治能量，就像将军说，不管他进去出来。怎么样？那个能量只会越往上走，但他还是要面临到宣判这件事。而且这次他回来，大家会关注的，包括连他回新竹老家，然后包括什么叫祭拜他的父亲，连吃个冰棒，连什么，全部都变大家来解读。柯文哲是不是变了？他不像以前这么高傲的，对，所有这些吃一次冰棒就看出这么多，可以把。贪污犯活了1年，活成政治犯的样子。他真的把他自己活成台湾曼德拉。就变成他原本是因为贪污进去的，现在出来好像是一副政治受难犯。那个他真的是平常讲，这有他的本事。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讲，他包括他出来那个交保出来以后不是讲，他说关了1年也好了啊，降服我的傲气。这一只狮子座的狮王，以前不懂狗的悲哀，现在是莫忘世上苦人多。平常讲，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估，看他北京马西估，但至少他出来的这2、3天呢，他有学到教训。首先，first 什么？这个脚步就透露出他学到教训。这个他回新竹老家那一只脚，跪楼嘛，因妈妈帮伊不会跪楼对不？一直开始左脚跨过灰楼，我看到不？他上次是右脚，他上次是右脚。哎，那一般的习俗是男左女右。贵进的灰楼是安尼，所以他上次就跨错脚，而且这一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一直还个加瓦片。虽然有人说瓦片其实是那个婚嫁的时候才会有，所以命理师说这样也不对。不，我有查过，对，但是其实也无妨，就是总之他跨对脚，重点是他这一次啊，他跨了左脚以后，他直接头也不回的进家门了，这不回就重要。因为去年大家记得年初的时候，就今年年初他不是也跨左脚的时候，重点是他回头接受媒体联访，那个真的犯大忌，因为一般我们跪灰楼的情况。要把狱中那个晦气给它排除掉，所以我们头也不回进去，跪了灰楼以后进去家门关起来，就有点就是跟外面那个就不会再回去。所以他去年回头，那今年初回头，就改的就乖，他都头也不回，这是第一个乖，有二点。第二个乖，他今天大家看新闻，今天早上他去那个桃园大千世界去礼佛，去拜他爸爸嘛。其实原本传出来说柯文哲。应该是要去新竹，因为他爸爸的那个骨灰是放在新竹我们那个香山的大平顶的那个灵骨塔那边，应该是看你爸爸嘛。那今天你没去，那柯文哲跟媒体说，因为他妈妈叫他不要这个时间不宜去，这是对的。好，这个也给大家一个科普的小常识，因为农历7月嘛，因为现在是农历7月，那农历7月一般来讲没事的话，尽量不要往墓地。灵骨塔这种地方跑，因为好兄弟现在比较多，尤其像柯文哲这种戴罪之身的人，他算是比较相对是虚弱的人，所以他可能对于他运势会不好。审判就说戴罪之身，一用 K 手嘛是戴罪之身啊，所以他今天没有去那个 K 新竹的那个，就是啪爸爸那边灵骨塔那边，我觉得是对的。OK， 但是你可以说以前他不会信，以前这一只狮王谁理你？他要去就去，他们管你。然后他今天就很乖的，然后他去到那个，但有人说那可以拜祖先吗？跟大家报告，农历7月是可以祭拜祖先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所以他只是说你不要去墓地，不要去灵骨塔那边。但是他到大千世界那个桃园那个他爸爸的牌位在那边，那回来祭拜爸爸的牌位，这是没有问题。所以他今天基本上很乖。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然后还有一个更乖的，大家记得他今年初回新竹以后，因妈妈盖杠的出来去的。去都城隍庙，这个真的唔当提啦，因为都城隍庙是你知道礼赞阴阳、赏罚分明，有做错事的进城隍爷那边都会有事，所以他那时候第一次交保出来以后，进了拜了城隍庙以后，过没2天又进去了嘛，这改没去哦，大家有注意哦。一通没去城隍庙，有人注意，而且农历7月基本上也不建议去城隍庙，因为城隍庙是普渡好兄弟的这个，所以7月其实好兄弟们就是让他们出来，所以基本上没事的话，7月也不建议去城隍庙。好兄弟都很怕柯文哲，你不用怕。所以他很乖。我现在讲就是他很乖，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从一支兵吉亚兵也看出柯文哲个性有变。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回新竹去讲一个吉亚兵，对啊，吉亚兵就有名哦，还是问新竹就有名，空军烟厂的814吉亚兵。每一个老新竹人的家里的冰箱都会有一盒那个，因为那个保利龙装的因为那个很便宜，一支大概10来块。那我们新竹人其实吃那个都从小吃到大，所以柯妈妈冰箱里面有那一盒也是很正常，就表示他是老新竹人。重点是幕僚讲一句话，他说以前唔捌看柯文哲吃冰，就柯文哲这个人就是
脾气也是古怪，就他要吃的头刀给他爱加，他也不爱加，也不会踩你。可他说那一次啊，就想要大家口渴，他柯妈妈就拿来给他边嘛。柯文哲看了2下，有点硬，他也就开始那边吃的很开心。幕僚说这个动作啊，透露出柯文哲跟以前那一个高高在上那个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跟他没啥讲哦，因为刚刚就黄一讲一给他边，所以这个讯息也透露出来，就是说这个狮王是不是开始有点变化？那现在就是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过去的这只狮王会不会变成是2.0的狮王？怎么讲？就是如果柯文哲出来以后，因为他现在就一副就是好像是我都不知道刚才骂脏话，他一副好像就是政治受难者，跟他好像就可怜呢。所以他如果继续贩卖这个，就是我是政治受难者，他就可怜呢。其实对于政情来讲是有帮助的。他现在变成就受难者了。那一个受难者将来会爬照，现在还传出来说，之前媒体人就说会不会他去选什么台南市长、高雄市长啊？你知道现在高雄市最近状况有点多。最近那个高雄啊，因为柯志恩在那边刁高雄，那刁什么呢？他说高雄之前发生那个大树有那个光电板的那光电厂一些弊案，那个当然那个政府当然有罚款了，然后那个负责那个光电板的那个人也被羁押了。但是呢，前一阵又传出来高雄美浓那边有盗采杀死案，就要求也那个好大，挖了20米，把往下挖，你知道有多些？他把那个土挖走以后，他埋什么进去？他埋那个各地的废弃给他发，我就也开始要求呢。然后今天我刚刚看柯志恩的脸书，他又发，他说大树啊，又有一个叫统领山头的，也是发生类似这种挖，然后又倒废弃。所以因为那边比较偏远嘛，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厂商坏到什么程度吗？因为柯志恩说，业者啊还会派人在那边盯梢巡逻，就是说如果有人靠近的话，也可能挖你去。所以他们已经系统化到，就是等于把规个高雄那些山头，高雄县已经就高雄县那些山头，就是挖然后埋这种东西，其实你知道这个不分男女。当然陈其迈有时候在讲话，所以我们当然要严查。可问题是一下这个那边动那边动，这个东西其实。柯文哲如果要是全台湾跑，对，他如果明年到高雄，对，假设他明年没有被关回去的话，那他可以去啊，他没有不能去啊，他基本上只是晚上要回到台北，而且他一定会去挑。民党执政的地方，他一定去挑这些地方。他一定是从嘉义、台南那些光电板的地方啊。柯就哭死了啊！没有，柯震不会哭死，柯震开心死了，好不好？帮他助选。对啊，他变成他就是假借，但我想，因为他现在是2.0的，就是要说是什么被降服他的傲气，所以他不会像以前那边很得意，但他可以过去看看，一副好像就是用一个政治受难者的身份去关心高雄那些农民啊，就是跟他们聊一聊，然后拍个影片。这种有时候软调的。因为过去柯文哲是那种嘴巴很就是那边刁嘛，现在是用这种软调的方式啊。其实，在媒体的呈现上，大家会觉得说啊，你觉得他对讲话很软调吗？算软。我跟你讲，以前柯文哲会怎么样？柯文哲那一只嘴，他就直接骂了。他今天只是说啊，怎么会盖那么慢啊，有点小刁一下。所以你看，他连讲完这件事情，他以前骂郝龙斌怎么骂？他一上台说5大弊案，连这个都不知道，去死一死好了。他以前是这样刁郝龙斌的呢。金马的怎么盖那么慢？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有在改变？所以这样的一个柯文哲，将来这边如果他真的可以这边爬照的话，他只要不跟证人接触爬照的话，我觉得未来这1整年，那就变成大家就抗告没有过以后再说。那大概明后天就知道到底抗告没有。但吴真刚才所提到这个，第一个，如果要是真的上媒体报道，柯文哲前主席如果要是真的好，假设你说抗告驳回的话，他真的要全台湾去卸小草。他跑到民进党执政啊，你们可以想象，他如果到你们那，绝对不会赞美你们执政的那个地方做得多好或者怎么样。如果像刚才高雄那个什么美浓天，他所有地方他就站在那里，然后给你拍一些片子给你弄，对你们来讲，你们怎么面对？我们就好好面对，不是他要去就去嘛。因为其实，不过这确实是最近大家很多人在检讨民进党的舆情回应，那包含说我们看总统，其实最近不是有跟各县市跟我们党员座谈嘛，其实。包含民代的反应，他总统也有强调嘛，包含他去讲说未来会要求所有部位首长要第一时间站到第一线，如何，所以这个我们会加强啊。因为就说，例如说像刚刚讲到美浓这个案子，其实像高雄市政府有讲，但可能那个声量没有平衡到，就是说美浓这个案子，高雄其实在柯志恩这次爆出来之前，那高雄市政府本来就查了，本来地方就检举了嘛，然后今年3月高雄市政府查到，然后6月的时候把这个案子移送给检调，然后8月的时候就上个月检调就去现场查控。
扣了一些业者的工具机之类的，所以本来这个案子就要进行嘛。那只是问题是说，当然高雄市政府可能第一时间也没有把这个案情全部整理，主动让社会很多人都知道。那柯震去那边拍了一个片，因为那个天坑很惊悚嘛，就哇怎么挖这么大一个啊？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就怎么会有这个事情？所以这确实啦，是现在整个媒体生态在变，那我们也要加强。那只是说柯文哲他要拍照去啊，我觉得他接下来也很有可能这样做了，因为他这次出来已经光是从战役出来开始发表演讲开始，他就一个很清楚的态势，就是他要用政治来迎接他接下来所有的挑战，不论是司法的，可能要透过政治造势的方式解决，或者甚至是我个人认为他看起来对他的从政之路并没有死心啊，所以他如果现在全国拍照，那就是等于是2028某种程度提早开跑嘛。那对啊，我觉得这部分他到时候要怎么样，我们就是好好正面及时的回应嘛。那当然，其实坦白说，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党部也可以去做一些啊。例如说，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柯文哲新竹，看一下他的这个违法的农地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了。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八德路这边看一下，这个就是金华城当时这个违法容积100亿是柯文哲放出去的，如何。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政治上的攻防了。现在民进党最主要就为什么包含最近总统院长一直在讲政绩，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攻防就算跟人家攻得很紧，到最后百姓没有关注，或者就算关注了，但他觉得生活不满意，那还是会对执政党用选票做出他的评价嘛。所以最终执政的核心还是政绩了。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好，那当然你说对于柯文哲柯前主席会不会真的全台湾这样子巡回着走，然后去点每一个地方一些地方，然后甚至对于蓝白之间，好，那像敏晃刚刚讲的那个合作之间到底会是正是负，所有这些好，那包括民主党自己的2年条款。黄国昌跟柯文哲之间，好，现在大家没有在讲2个太阳，那不管太阳、月亮啦，或者说，毕竟黄国昌是主席，那未来来讲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所有党里面这些到底该怎么做？但是因为蓝白之间，从去年开始，刚刚元之有讲，立院的合作是最早的开始，而且看起来合作的非常紧密。但这2天出来的，因为今天国民党像卢秀燕市长、蒋万安市长、侯友宜市长，率领国民党15个县市首长。然后一起直接跟中央喊话，就是财划法那件事，那也是源自于去年的在立法院修财划法，然后接下来，因为大家后来发现分母算错，因为今天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说，对，当时那个算法确实有一点问题，所以地方才会大部举那个连江本来以为钱会变多，变30几，后来变成只有比现在7亿多再少一点点，所有这些好，来任俊先帮大家把所有的背景，所以呢，财划法。现在因为出现那个问题，现在国民党15个县市首长，15个县市首长全台湾也不过12个县市首长，就直接对中央喊话。这一次跳出来的这个县市首长，大家看起来是以卢秀燕为主了他当然要这个中央不要再斗了赶快把钱发一发然后把这个重新计算。但我真的回到去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其实我也质疑过，就说其实政院应该提出政院的版本，民进党应该提出民进党版本，因为民进党有个别立委在谈，但都没有谈。那我记得我在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当时访问国民党的立委叫陈玉珍，他的论述也就是说，你中央可以提嘛，你们可以提嘛，但如果你们不提，那就只有我们的版本了嘛。国民党当时的版本是怎么算出来的，你知道吗？他们还告诉大家讲说，这不是我们自己乱搞的，我们也召集了蓝营执政县市，再加一个白营执政的县市的县市首长，大家一起谈出来的。大家觉得要重新分配，这个总统分配款，其实老实讲，它分2块啦，一个就是中央的垂直，就是中央到地方；另外一个是地方分到之后，它有一个水平的分配嘛那以前其实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有一个争议，是因为其实就是从动审开始动审当时就把省里面的那一些的这个原先由省负责的东西移到了中央去，所以地方就一直叫说，你把那个权责移到中央去之后，就把那些钱也都移到了中央，地方就开始叫。所以其实一开始为什么有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地方跟中央分配必须，就是从动审开始。好，那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在去年在审这个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到各自都有所自己的说法，但我觉得到院里面没有提出院版那民进党也没有，后来就用国民党那个版本。
那国民党那个版本，事实上到底能不能讨论，我也没有觉得不能，只是因为后来其实在整个的修法的过程当中哦，变成是这个是原先这个国民党党版的修法的这个版本哦，它有它的计算的方式啊，他们有他们自己提出来，我不能讲说都没有提，只是这些后来到媒体上面去计算说哦，到底该怎么分配啊，这有一个过程哦。但最大的争议其实是因为后来要到实质进到院里面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版本。就那个版本到最后都是夯不啷当哦，我们就表决。拿出来的吗？当时的报道都有吗？3分钟完成财化法的初审嘛，然后要讨论，大家也没得讨论嘛。然后还有包含陈玉珍的牙齿的那个神奇的牙齿到底这样，后来他还讲说不是那个撞掉了，他说他本来就是去补牙干嘛的啊。然后这里面当时在出去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到陈玉珍当时也是讲人民的声音，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陈玉珍在当时的那一段讲法，他认为你今天政院应该要提，但你没有提，那就用我蓝白的版本。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对于蓝白来讲，国民党也觉得他们没有乱提呀。他当时在这个地方，他也告诉你说，我这样试算完了之后，我可以有多少的金钱的分配，听起来都对，对不对？我今天想问国民党的委员嘛，你们知道真正财化法的问题现在出在哪里吗？你们修的那个法里面，你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吗？因为今天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很简单的讲一句，对了，就是出了瑕疵嘛。那你中央就不要再斗了，你们就赶快把钱把它重新处理完。然后这个蓝营县市首长他们也都这样叫，那我真的想问一下，其实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的国民党的立委、民众党的立委都说我们没有乱修法，我们都知道我们修些什么。我也很想问啊，你们知道你们修的那些条文里面到底哪一条出问题？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你知道吗？好，那没有关系啦哦。现在要逼人家回，你真的要原汁价回答？原汁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我先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有点复杂哈。一般来说，地方的财源一定都比较不足，都是需要靠中央给。那有3种方式嘛，第一种就是统筹分配税款嘛，地方多拿一点；第二种叫一般性补助款，就是会有一个公式哦，中央会根据就是地方的教育啊、社福啊，或者是比如说警消厅社啊，还有一些中央希望地方做的事情，例如说那个时候要推班有冷气啊，地方付不出电费啊，所以中央就透过一般性补助款给。然后或者是租屋补贴之类的哈，这叫一般性补助款。还有一个叫计划性补助款，就是中央会定计划，叫各地方来申请。比如说前瞻计划，我要做轨道，你们来申请，我来核定，有3种啊，有3种。那现在问题是财化法是影响到统筹分配税款啊，现在大家在讲这个东西。那统筹分配税款有垂直分配跟水平分配嘛？垂直分配就是说要从中央挖一点钱到地方，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以前民进党在赖清德总统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也希望修财化法，就是修这个部分，就是中央要多给地方钱。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问题出在水平分配。水平分配就是好，那现在中央多给地方钱了，那地方怎么分配到这20几个县市？一开始在初审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大家其实不是那个3分钟是透过初审，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问题啦。主要是后来到院会之后，那个再修正动议啦，他把那个离岛拉出来了。然后把以前是都混在一起嘛，然后我想说那离岛应该另外拿出来，所以统筹分配税款里面的2.5%要分给离岛，90%分给其他县市嘛。结果2.5%怎么分？结果它其中有一项面积的部分呢，它是把离岛的面积除以20几个县市，对对，它不是用离岛3个县市当做分母，它是把所有的全国的面积当做分母，对，就出现了统筹分配分不出去的状况，因为你变成几分之几变得很小嘛，就会出现状况。那这个当然有瑕疵啦，我觉得这个就是修就好了。有人今天在媒体上面，那当然包括绿营的，包括很多人讲说那个瑕疵是出现在那时候送的时候，刚刚讲不管是3分钟啦或什么，连那个版本都是到了最后，其实最后拿出来大家也搞不清楚版本是哪一个，是这样吗？其实知道没有？我们知道是什么版本啊，对，也看过嘛。它的概念就是离岛分出来，只是说它在文字修订上面分母会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啊，我觉得整体来讲，这财化法还是有修必要。如果不是说去年我们蓝白让这个法赶快通过的话，根本地方的财源就是不足啊。那现在
卢秀燕跳出来，今天号召这15个，其实有个原则啦，因为现在中央也是都在弄政治，就是说，好，那你统筹分配税款，你比较多是不是？那我其他我计划性补助款就给你少一点，或者是一般性补助款，以前是按照公式给啊，现在变成说编到各部会你来申请，那各县市有可能你拿的跟去年就不一样，所以他会希望说。这个这边有写嘛，就是财划法的修法目的是要确保地方财政自主，所以还要管外交国防哎，所以会希望其实他今年总预算没有变比较少哦，明年他明年编3兆多，跟今年比今年还要多，所以会希望说地方财政自主，不希望说统筹分配款修之后，中央用扣计划性补助款或一般性补助的方式。对，任志刚的解释，来任俊，那个瑕疵是不是就住在那个地方？离岛那个分配？不，我觉得刚刚第一个原之承认的一件事情。你在初审的版本跟你最后的版本是完全不同。不要现在跟我事后说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哪。如果你当时在修法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个问题，你还给他过，然后现在再回来讲说这就是个瑕疵，不是这样的。他的文字，你希望行政院要充分的尊重立法院。我们过去，我老实讲哦，在我这个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第2次立法的荒谬嘛。第一次立法的荒谬是2013年5月31号通过的会计法99之1条的那个修正案嘛。那个时候弄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为了把教师的教忘记放进去，也不知道是刻意放还是没放，反正不重要。重点是呢，那个时候的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提复议，行政院长江宜桦说什么？那是你立法院搞的，干我个什么事情啊？我坚决不提。弄到最后，台联党团的林世嘉辞掉那个党团3长的那个职务。苏贞昌去拜会江宜桦，后来苏贞昌道歉，马英九当总统，马英九道歉，要求江宜桦什么提复议案。这个的过程是什么？这里面也包含到这一次的立法中间过程，行政院有没有要提复议？行政院有提耶。国民党在当时的态度是什么？提什么复议？直接否决。对、他连谈都不谈。你今天跟我讲叫做瑕疵，好了，我直接跟大家讲啊，法出在哪里啦？不要拿缩帖出来说啦。他今天真正最大的问题就在第16条之1啦。他这里面有针对地方上面的这个所谓的2.5%的部分，他们那个离岛部分去怎么去分配的，在这个地方出了错。简单的讲法，你把22个县市全部都算进来，但是你事实上你不能算22个，因为你的分母22，你的分子其实只有19。你今天这一块，当时国民党在修法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为什么强调他找了15个县市，15+1吧？我印象中，因为还把民众党那个拉进来。你们强调说你们的版本是经过你们精算过的，而且大家都同意。现在来跟我讲说这个叫做瑕疵，我不能接受。第二个，你今天把所有东西，今天是行政院展现一个态度，跟你说我们可以想办法来解决。你还要出来讲说，哎，这个是什么小问题嘛？就你行政院抠着不给，你现在还要斗，这不他斗在哪里？我不懂。我为什么提到当年的那个光一个字的错字哦，搞到总统什么都出来道歉？今天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你这一说好歹要出来道歉，不是？当然啦，要针对当时那个要提修正案，当然啦，还有300多亿，不晓得怎么分哎，这幽灵这个预算，你要提啊，因为这整个的过程，所有的主导都是国民党在主导哎。你今天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就是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法如果是这样修，那我觉得很可怕哎。你今天所有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的文字之所以需要再三的斟酌，是因为它任何一个字的增减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进行。行政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行政院其实有讲，当时财政部有帮忙试算，可是当财政部在试算的过程当中，是以那个时候的你送出来的文字，他根本不知道你最后修正完了之后变成怎样，因为你3读通过，啪啦那个过程当中，谁知道你读了什么东西？再回来是今天你知道居然有国民党立委说什么？你知道？那就用你们原先算的那个方法，结果政院现在就讲文字上不能我自己自意解释，哎，你下面告诉我是怎么写，我只能用这个方式下去套，你怎么可以叫我自己去把它延伸进来呢？来，吴真怎么样？这个其实啊，这问题没有那么困难啦，就是为什么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科案，有时候大家觉得哇案情真的很复杂很难懂，因为会遇到政治力的干扰嘛。像袁之刚就使出一个战术，叫做把问题复杂化。有没有？刚刚袁之前面讲3、4分钟，说哇这个有这个一般性补助、计划型补助。我跟大家讲，现在出问题的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什么这个陈雪生出来说有问题啦，连江县县长出来说啊我们钱变少，跟一般性补助、计划性补助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刚刚原之前面那个其实是多讲的，因为关键的核心，关键的核心就是在现在问题就出在统筹分配款的分配上面。那这个问题在哪？也很简单，就是国民党算式写错了。其实啊，这问题没有那么困难啦，就是为什么像我们刚刚前面讲柯案，有时候大家觉得哇案情真的很复杂很难懂，因为会遇到政治力的干扰嘛。像原之刚就使出一个战术，叫做把问题复杂化。有没有？刚刚原之前面讲3、4分钟，说哇这个有这个一般性补助、计划型补助，我跟大家讲，现在出问题的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什么这个陈雪生出来说有问题啦，连江县县长出来说啊，我们钱变少，跟一般性补助、计划性补助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刚刚原之前面那个其实是多讲的，因为关键的核心就是在现在问题就出在统筹分配款的分配上面。那这个问题在哪？也很简单，就是国民党算式写错了。啊，错在哪里？我讲简单一点，因为它的算式精神是说，我按照土地面积啊，你面积越大，要管的人越多，要维护环境越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给你分多一点。那刚刚讲了，我们离岛有一个破嘛，有一个小水库啊，就是说多少的统筹分配款就是给离岛来分配。那离岛就是金门、马祖这个还有澎湖嘛，所以我们假设都一样大好了。那例如说澎湖，我就是拿这个小水库里面1/3嘛，对不对？那国民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啊，这个应该是要把离岛的面积加起来，要变全国所有县市面积加起来。所以我本来应该是拿这个小水库1/3到1/4，然后瞬间变成20几分之一、30分之一，变拿超少。所以这个连江县县长看到整个傻眼，这我钱还更少，我们自己党修了法，我钱没有变多，还变少了，就崩溃了嘛。那这个好，所以现在要怎么解决问题？这也很简单，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因为法律，特别是规范政府怎么运作法律，就是政府的程式码嘛。你程式码工程师怎么写得好就是这样执行，写不好有 bug 就崩溃了，就跑不出来。现在就是我们财划法统筹分配款这个程式就崩溃了，宕机了。好，所以就是这个样子，这么简单。那这个是问题，行政院今年从去年到今年都提醒过，这是今年复议的时候嘛，2025 2月27号行政院图卡就是说啊，你公式当然行政院写的复杂一点了，但就是说你的公式写错了，这样我治爱难行。那当时国民党就没有要听嘛，就说你总统台怎么这么傲慢呢？立法院立的法，你行政院又有意见了，来复议，你这么任内提几次复议了？你说说看，还提复议，就把行政院骂臭头嘛。那好吧，那结果复议就不成了。那现在就变成说，按照当时蓝白修的财划法下去编预算，就出问题了嘛。所以现在要怎么解决？很简单，程式写错怎么办？就改掉重写啊。那现在要解这个僵局，就是那请蓝白再把这个法律再修一次，修对。原则好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从蓝白再发动，再去法院要改这个。第二个，刚任俊为什么要举上一次2013？对，那上次那会计法大家都经过那一仗，都是那样。他说：“你们好歹要正式的道歉，我不是一个瑕疵2个字。”你知道整个事件落幕拖了几天？你知道吗？14天。因为到了6月13号的时候，这个后来整个事情才翻盘。那我刚刚强调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不要拿缩帖出来跟我讲说错在哪，我就直接告诉你，你可以修改什么地方，因为它就很简单。你直接盖刚刚第16条里面的第3项针对离岛部分，因为你这边全部写了全部直辖市，你就这个地方出了错。对啊，就修。我就讲白一点，就是这一个。我们本来就知道啊，他就是分母把那个三个离岛把它变成全国了嘛，就问题就出在这边呢。讲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改出现2个地方要修改好不好？没有啊，还有一些你那分配的东西也不对，好不好？本岛很多没有，这个就是透过修法方式写，但我讲白一点了，他们要凸显2件事情啦，一件事情是去年那个修法的仓促或过程，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二个，任俊刚的意思是说，针对这些事情，当然，国民党2013的时候是总统道歉，什么道歉？现在国民党党主席或什么或民众党要针对这件事需要做道歉吗？我觉得这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啦。但是如果不是去年的修法，怎么会道歉？其实我先讲哦。说去年很仓促，也没有很仓促，其实也开了很多场公听会，但是民进党就是不愿意。当时他们自己有一些立委也有提版本，后来也都撤了啊。那以前赖清德总统当市长的时候说，财划法要赶快过啊，否则就是中央集权集权。可是自己当中央政府的时候，又觉得财划法是恶法，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往前迈了一步嘛。好，那确实是有瑕疵，那要再重修，但是最起码我们让地方的财源增加了嘛。这件事情是地方政府都很高兴，
没有，所以这就是文字要在做修订嘛，云林也减少，苗栗也减少，对，所以要在做修订嘛。但是如果不是去年的修法的话，财划法你再等20年还是不会过了。哦 ，OK， 那好，那对这整件事情，来将军，那反正已经是这样，那元之刚才也讲，那对啊，那就再研究嘛，要不要道歉？大家再研究看看，那就修嘛，就把它修回去就好啦。哇，立法委员这么好当啊？搞错了，搞了一个乌龙分母错误，然后修嘛，就这么一句话就好了。那说句实话，这人民眼睛可要张大。那各位可以想一件事哦，今天卢秀燕他找了15个县市嘛，国民党15个县市一起来跟卓荣泰抗议。那你想想看，难道国民党跟民众党修的这个财划法，这15个县市长都不满意？没有人满意。那我觉得奇怪啊，桃园就增加啦。桃园明年的统筹分配款变成652.85亿，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多少？362.75，多了290亿耶。那桃园一样不爽啊。那奇怪，多了也不爽，少的了也不爽。那到底在不爽什么？到底在抗议什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哈，统筹分配款的增加，对于地方政府的裁员，那叫做活水啊，那叫甘霖啊。因为你知道桃园很惨嘞。桃园市政府，我告诉大家，大家认为桃园市政府本来都很棒哈，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不是。桃园市政府在这段时间其实蛮辛苦的，从2014年 ，OK， 一直在被中央的主计单位在纠举什么？我们的税出累计短促已经到达了608亿，是6都里面唯一被纠举的单位，就是我们。OK， 对，所以你说这一次这整个财划法的重整，为什么桃园会变多税多？因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就是你的人口多，裁员状况不佳，我就多给你一点。OK， 所以桃园变多啊。那变多的状况，其实刚才很多人讲说，那什么一般，刚刚元之说一般补助款变少，它不是，一般补助款它不能变少。这是财划法里面规定的哦，里面讲得很清楚。财划法新的财划法第30条第3项里面讲得很清楚。一般补助款不能比前一年少 ，OK， 它只是没有增加而已，它并没有变少，所以很多人说，怎么变少了？没有变少，它只是没有比照统筹分配款一样这样加上去41%，所以你就认为变少了，因为它如果变少的话，变成政策不能延续，它要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些首长到了卢秀燕那边去，你在开的会，你找出问题了没有？我一直在强调找出了问题没有。好，那这所有的分配款像这样的话，对老百姓来讲，对老百姓只要看的是，那接下来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了，那就接下来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然后因为毕竟财划法修完了，然后这次出现的这个。人均叫瑕疵是吧？他们说是瑕疵 ，OK， 是错误了，不是瑕疵。这个到底该要怎么样去解决到这个问题？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讲，就要看着钱下来，就是总是到每个地方。对 ，OK， 那这是在未来来讲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在立法院蓝白之间到底针对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那他们是说希望行政院，但是不管怎么讲，老百姓要看到，就你们大家到底该怎么办？那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刚刚讲到说，柯文哲柯前主席会不会到每个地方去走，甚或白营跟蓝营之间合作？一中问一下，其实蓝白之间的合与否，大家一直在讲，包括对，如果当讲到说钟小平、游淑慧，你们要不要自己负责？然后因为你们惹怒了小草，难道钟小平跟游淑慧就真的要出来公开道歉吗？因为小平在节目里面有讲过，他说针对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讲的那个不好听的话或者什么，他有道歉过，所以柯文哲不是跟他之间的诉讼撤了。但是小平在节目也讲说，但针对市政监督，他就是一个议员呐。是啊，那这一点你到底叫他怎么办？那好，但是如果这个被摆成当做一个合作的前提，那甚或媒体上报道，黄昌、白银这个地方，连所谓的联合政府研究小组都已经开始在研究了，所以大家对于2028，看起来是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啊。2个党在选党主席，结果关键都是柯文哲。陈吉儿子，你国民党要选党主席，要经过柯文哲的满意，不要说同意，满意。所以每一个都出来要去跟柯文哲解释，就是说，还有柯文哲的小草解释说，过去那些有没有像郝龙斌？郝龙斌其实我大概1个月前就知道他要出来选那个党主席，在卢秀燕说他不选了以后，其实那时候他们就本土派其实就推就是郝龙斌。那郝龙斌其实他也有这个意愿，但就是卡在。过去郝龙斌跟柯文哲在市政上的这些恩怨，那柯文哲以前也说叫郝龙斌连这都不知道，郝龙斌后来说连这也不知道，
两个那时候骂的真的斗得很凶。那加上郝龙斌的子弟兵就苏慧嘛，他跟那个钟小平他们都是指定那个台北市政。这里面就让我想到《三国演义》的故事了。哪一个？郝龙斌就是周瑜的。啊，这时候苏慧就变成是黄盖了，他势必要打一个苦肉计，打给外面看的。哦，那你打黄盖好。那钟小平呢？他是甘宁吗？就是你终于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我不是黄盖啊，你怎么连我也？那钟小平可能就变马谡了。还好你没有要挥泪斩吗？对啊，就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将来可能就会变成是新主席就会把你处理成马谡。柯文哲以前也说叫郝龙斌连这都不知道啊，郝龙斌话说连这也是不知道你两个那时候骂的真的斗得很凶。那加上郝龙斌的子弟兵就苏慧嘛，他跟那个钟小平他们都是指定那个台北市政。这里面就让我想到《三国演义》的故事了。哪一个？郝龙斌就是周瑜的。啊，这时候苏慧就变成是黄盖了，他势必要打一个苦肉计，打给外面看的。哦，那你打黄盖好。那钟小平呢？他是甘宁吗？就是你终于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我不是黄盖啊，你怎么连我也？那钟小平可能就变马谡了。还好你没有要挥泪斩吗？对啊，就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将来可能就会变成是新主席就会把你处理成马谡。反正现在就是这个局就是这样，所以我平常讲，我觉得卢秀燕蓝营的人真的这样吞吗？我觉得卢秀燕很不厚道啦。这件事情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承担主席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嘛？就是因为你不敢承担嘛。你怎么这样子呢？你担下这件事情，国民党也不用大家在那边每个都要选党主席，然后辛苦郝龙斌也不用在那边跟大家解释这些，你只要担下来就没事。那郝龙斌现在就变成是他要帮卢秀燕扛住这未来1年的这个主席这个位置，有点是类似像他的代理人或代理主席的概念。然后他就变成是要去面对过去的这些恩恩怨怨，然后甚至把他的子弟兵就说都成年人了，自己要负责。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柯文哲也给另外一个人出难题。对，当然他们家的黄国昌啊，黄国昌最近心情很差。从那一天大家知道吗？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柯文哲不是在交保，那黄国昌不是站在旁边吗？对啊，还特地穿了那件 KP 的 T 恤。他本来是推那一件勇敢冲那一件，可那天柯文哲出来马上换 KP 嘛，结果柯文哲讲了7分钟，好，就先骂完北捷，骂了赖清德，他有没有提到黄国昌这3个字？他有没有拍他说啊，你也辛苦了，1个礼拜前你还搞了什么司法走读，还去冲撞，有没有嘛？有没有嘛？然后甚至回新竹去讲亚边的时候，我看民众党新竹市停职市长高虹安、代理市长邱成远，还有一个那个议员李国章那边讲亚边，我没看到黄国昌在那边呢。黄国昌最近心情真的很不宁，你知道他连原本昨天还有个专访啊，他也没去，媒体有个专访他没去，然后那个代理帮他去的那个议员张志豪就说因为他今天晚上必须要跟柯文哲就是谈那个2年条款，柯文哲很厉害，我跟你讲，柯文哲跟黄国昌这2个真的是斗来斗去，2个都是狮子座，2个都是狮王。柯文哲是民众党的狮王，黄国昌过去是时代力量的狮王，所以柯文哲知道怎么治黄国昌。他当初邀请黄国昌从时代力量跳槽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紧箍咒，就给他扣一个2年条款，有没有？所以现在黄国昌要跟他谈2年条款嘛，因为黄国昌现在可能未来主席，就算他有主席了，只是名义上，因为柯文哲还是老大嘛，然后新北市长可能也没办法选，他就剩那个立委了嘛，所以他现在跟柯文哲在谈这件事，所以他就很落寞。然后包括像柯文哲出来的那一天的晚上啊，黄国昌有个直播，这是9月8号礼拜天晚上，那他直播里面就是骂北检，那骂完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然你判我侮辱公属罪啊，然后讲完以后，那个影像沉默的6秒，我恭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觉得他讲错话，因为第一个刑法上那个侮辱公属罪已经删掉了，因为刑法上原本140条有提到就是侮辱公务员罪跟侮辱公属罪，但在2021年以后已经把这个侮辱公属罪删掉，所以我不知道黄国昌是律师，他是不是觉得他讲错，还是他那天就是真的心神不宁？因为网友说他那天精神不是太好，因为可能因为柯文哲出来，未来这个就是虽然他还是我相信柯文哲不会跟他抢主席的位置，因为不需要，真正的老大是不需要一个什么主席这个头衔的，但是黄国昌但是他还是必须他的小编还是要帮他的组织，就是说组织我们还是要加油。所以昨天是国民体育日9月9号嘛，所以黄国昌他的小编就帮他 po 说他去什么运动啦，然后还秀出他的那个因为拉单杠拉单杠但是这边前方有少将旅长，我忝为海军陆战队少尉正战官，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国昌把这个也不用应灾了。
在我们军队里面，单杠是不能这样拉的，我们要直上10下。那以前我们陆军的标准，直上10下是4下及格。那我们海军陆战队比较严格，我们要6下。所以黄国昌他是用他是用反握，这不对，而且他也没有把手打直，他就在那边乱拉，然后他的小便也乱拉，他的小便虽然是正握，但也是这么乱拉，说拉了10几下，那个在我们军队里面算0下。来，旅长，不好意思，少尉郑战官最近才拉单的，看一下这个，我要给我们前方的旅长看一下这个，这样子算不算是标准？来，好来直上直下有没有？对哦，旅长有没有？对哦，这才是我们军队里面标准的直上直下，脚不能落地，那不能晃，对，还有一下，对，有拉了10下，10来下了，真的，还有12下的扣他，陆战队没有问题了，对啊，因为我可是我18位，以前有18了，你不要讲，你不要讲，那上攻也是陆战队，不，我现在只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好了，但不管怎么样，虽然他拉的不是我们军队的标准，但是至少人家也很努力了，对，有心啊，52岁这样也算不错了，他就是这样做，所以他还是小便还是不让他露出这个肌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小编也看得出来，他的老板最近心神不宁啊，所以就用这个方式，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帮他营造一个声量啊，这样来。那我相信柯文哲的个性啊，因为他就是我跟你讲，他就是紧箍咒嘛，所以也有可能柯文哲真的就让他继续留在立法院里，因为他就说要听柯文哲的话嘛啊。但是这个2年条款让他留在里面，但是你就是得听我的。我觉得这就是柯文哲的玩那个帝王术，而且现在柯文哲不是以前那个很拽的柯文哲，他自己说他已经降服奥运，所以他有可能用这个方式，然后让这个过去的狮王黄国昌现在在他旁边像一个小狮子一样乖乖的听话。我也不知道你刚才在秀那个拉单杠，吴真，你能拉几下？这个6下也应该也可以。下一次拍个影片来看一下几下。对，那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用这样的方式，当然要这个总是有一个存在感，然后包括所有的那些。但敏凤，现在看起来的话，真现在大家都没有在讨论2颗太阳嘛？都在讨论，对，那因为对柯文哲来讲，他等于真的是掌握所有的实权吗？不管说黄国昌有没有叫那个民众党的人研究所谓的2年那个联合政府2年条款要跟柯文哲谈，未来2026、2028对民众党所有的发展或是他们一些提名要先跟柯文哲讲，所有一切那就是柯文哲啊。是啊，本来就柯文哲，像今天这个黄国昌本来去接受一个访问嘛，然后他临时取消就是要就请了他们党一个叫张志豪的代替。那这个就说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可能见柯 P 啊，见柯 P 要谈什么？那我也不晓得张志豪为什么一口气就讲出来了，就可能要谈选举，然后还包括2年条款这样子，那都是张志豪讲的啊，就可能是这样。那你显然就是说。黄国昌取消一个，那个媒体人好像还蛮有名的啊，钳子嘛。然后你要取消他的专访，那你一定有重大的理由，就是见主席啊。现在大家都没有在讨论2颗太阳嘛？都在讨论，对，那因为对柯文哲来讲，他等于真的是掌握所有的实权吗？不管说黄国昌有没有叫那个民众党的人研究所谓的2年那个联合政府2年条款要跟柯文哲谈，未来2026、2028对民众党所有的发展或是他们一些提名要先跟柯文哲讲，所有一切那就是柯文哲啊。是啊，本来就柯文哲，像今天这个黄国昌本来去接受一个访问嘛，然后他临时取消就是要就请了他们党一个叫张志豪的代替。那这个就说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可能见柯 P 啊，见柯 P 要谈什么？那我也不晓得张志豪为什么一口气就讲出来了，就可能要谈选举，然后还包括2年条款这样子，那都是张志豪讲的啊，就可能是这样。那你显然就是说。黄国昌取消一个，那个媒体人好像还蛮有名的啊，钳子嘛。然后你要取消他的专访，那你一定有重大的理由，就是见主席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出来的第2天、第3天你就被主席召见了，那你当然是因为你月底就要决定。不是，我也是主席耶。你是哪？不是啊，他被主席召见啊，对啊，他才是主席，那个是前主席，你怎么说我被主席召见，我才是主席？他是太上主席啊，对不对？太上比现任的主席，就像太上皇比
比黄还要那个嘛。OK。你太上皇召见皇帝，一个是有长白头山血统的柯文哲，那你只是如果说的话，你只是法律上是主席，好，那不要他是血统，那就是讲慈禧太后跟那个好了，跟光绪嘛，光绪嘛，对不对？你是听慈禧的还是听光绪的啊？对不对？光绪很危险哎，所以说啊，那你看你一个专访都要临时取消，然后这个柯文哲召见你就要去了，那以后未来2年条款到底要变？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微妙啊，因为你2年条款，你当然如果变的话，你就黄国昌来讲，你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主席，你还是有主席的位置啊。可是就你如果2年条款继续走下去，就是这8个委员都要换掉，黄国昌就没有立委。就没有立委身份，但是你也没有总召，就是个主席，就是光干主席嘛，光干主席，然后出面代表谈，但是谈的都不算数，还要问背后的慈禧太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怀疑说你陈志涵为什么要挤那辆车？陈志涵是排名这个第19还第20名的这个，但换的话会有差。对，如果换的话，你那个李珍秀，其实他们说是不会就任的，因为他有那个中配的。他有中国的国籍嘛，所以说你就会轮到所谓的陈志汉嘛，然后大家就揣测很多啊。就陈志汉，你看你可以上那个车，其实黄国昌也应该可以上那个车才对啊，因为黄国昌不是证人，他比陈志汉更适合上那个车啊。陈志汉是证人那而且你应该一出来太上皇，你不是应该跟皇上要坐在一起交代一些事情吗？你怎么会叫一个所谓的党团主任去跟你坐车回新竹？显然就是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还是有点那个，而且整个关系来讲呢，黄珊珊是因为证人所以不能够相见，但事实上黄珊珊从这个金华城的案子开始的时候，或是跟台北市长的任内的时候，他是做他副市长做了3年，那金华城也提出一些法律的见解，试图为他辩护。就亲疏远近来讲，黄珊珊跟他的关系也这就是说，等过程之后，他会授权黄珊珊在这个跟黄国昌有一些平衡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看柯文哲是怎么看黄国昌这一阵子走的蓝白合。他如果出来就教训蒋万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我说给你蒋万安听，但我其实也是跟黄国昌讲。你要这么小心翼翼的伺候这些所谓的蓝营的大佬们吗？年轻人都在我手上国民党哪一个人可以拉到年轻人？哪一个人可以拉到年轻选票？我一出来小草就这么轰动，你有必要卑躬屈膝到这种程度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黄国昌未来不晓得啊，有人就说他运就走到明年了，很可能。来，我这边最后30秒。对于未来，因为大家要看高院到底怎么裁，可是看起来不管高院最后裁，刚刚讲不管发回驳回，那对于柯文哲所有这些风潮，看起来是会一路这样下去。民进党呢？就是有一句话叫说，你不敢反对跟批评人，就是你的主人。所以国民党现在他们看得出来，完全已经对柯文哲是失去了，等于是毕恭毕敬了，已经失去了这个地位。所以我觉得，那回来看黄国昌的话，这个对黄国昌来说，柯文哲是他的危机，也是转机。危机在哪里呢？因为现在小草说柯文哲是太阳，黄国昌是月亮。可是大家知道，其实白天月亮，当然我们会说晚上月亮出来，其实白天月亮也在天空，只是太阳太亮了，看不到月亮。所以柯文哲回复了他政治上的自由度，那黄国昌就失去地位，所以他危机。可是他的转机是什么？转机就是因为国民党现在忌惮柯文哲嘛，所以黄国昌现在盘算一定是说利用柯文哲的余威去压迫国民党在2026的选战里面，例如说蓝白合，例如说甚至市长让他来选。那只要他争取到这个位置，他现在心里想盘算就是，如果让他真的拼上一个市长，他之后就可以翅膀硬了，就可以去飞自己的路。OK， 蓝白之间那未来的合作跟柯文哲、柯前主席这个官司到底关联性会是怎么样？那对于国内政坛来讲的话，蓝白跟绿之间看起来在未来，那到底在政坛之间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之妹》，我们明天见，拜拜。